这些漫画解说类频道正在 YouTube 悄悄挣钱。你看，视频的观看量都非常高，几乎都在几万到几十万，光是 YouTube 的广告分成就可以每个月赚到1万美金。然而，这些视频的制作和剪辑并不复杂，都是用简单的图片加一些特效拼接而成，连声音用的都是同一个 AI 配音。他家院子里养的鸡是凤凰，它是站立天花板。众所周知，漫画向来是需要大量人力和时间才能完成的，但是我们反观这些漫画小说类频道，他们的视频上传数量都大得惊人。没错，这些频道其实都是借用 AI 自动化来实现如此高产的，并且这其中的最关键的信息差是在于，现在如果你打开小红书、抖音这类漫画解说的频道数量已经很多了，但是在 YouTube 这类频道的数量远不及国内的。所以看到这期视频的你，完全可以抓住这个信息差，快速进入这个赛道。在的视频中，我会手把手的教你如何用 AI 来创造属于自己的漫画小说，并且我会在视频的最后教大家4种不同的漫画小说的变现方式。好的，我们直接来进入制作漫画吧。在这一步里面，我有2种不同的办法，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现状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那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我们来到这个一站式的 AI 生成漫画的网站，叫做 Comic AI。打开这个网站，点击 Start for Free， 系统每日会赠送给你99个使用积分，一共送1200个积分，送完为止。每次生成这个动作需要3个积分来完成。点击 Start Creating， 开始创作。这里会有12种画风供你选择，选择一个你喜欢的，然后我们会来到故事生产页面。在这里你可以上传自己已经创作好的故事，或者直接选择 AI 创作。我简单输入几个关键词，很快给我们生成了一个简单的小故事。点击下一步，我们来到这个界面，你会发现系统已经自动为我们提炼了前面那个小故事中所有角色的形象和它对应的提示词。点击下一步，可以来到分镜场景，点击人物，下面输入提示词。接下来我们来把图片放入不同的格式中，加入对话气泡，复制对话就完成了。这个工具的优势在于你可以完全的无脑操作，并且可以非常轻松地保持漫画角色的一致性。但是我操作下来其实还是会遇到一些小状况的。我发现当我想创作一个5岁小男孩的形象时，试了很多次都不理想。但是如果我去 Midjourney 或者 Leonardo AI， 那是相当容易就可以得到非常满意的结果的。再来，还是比较容易会出现一些细节的一些瑕疵。总体来说，在人物和场景的细节控制上还是差了那么点意思。但是对于零基础的伙伴们，想要试试看做一个属于自己的漫画小说，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第2种方法，让我们来到 ChatGPT。我在这里还是鼓励大家能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漫画小说情节，然后呢，借助 ChatGPT 来帮你把这个小说情节来进行分镜处理，以便于之后制作漫画。我这里示范的视频中暂时没有原创故事，可以先让 ChatGPT 帮忙生成，之后再做修改。我会输入，很好，一个搞笑沙雕的修仙故事情节就这么完成了。注意，这里的文字参考很重要，你可以简单摘抄对标频道的文字风格来指导 ChatGPT。 接下来我继续输入，注意我这边最后打了一个中英文双语，这里加上英文也是为了之后漫画变现可以多一种渠道的可能性。很好，我们的分镜剧本也完成了。接着我们需要来创作角色的形象。首先我们让 ChatGPT 为我们生成每一个画面的图像生成提示词。你会发现，如果要生成没有人物的空镜或者人物的远近，效果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要注意看到这里的2个镜头，如何可以让2个不同画面中人物的近景也可以保持100%的一致性呢？这个角色一致性的问题向来是用 AI 来制作漫画或者动画最令人头疼的了。这个问题小乔在这集关于如何可以制作迪士尼 AI 动画里面有非常详细的介绍。那么今天我们依然是采用这个办法，我们输入提示词，
这里要注意2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我这边调用的 Niji 可以生成更符合我们亚洲审美的漫画风格。我们来对比一下有调用 Niji 和没有调用 Niji 生成的画风区别。这个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没有调用 Niji 生成的更是欧美风的大叔形象。第二个地方你要注意这边的 extremely close up 这2个词是这个控制角色100%一致性的方法的核心所在，千万不要遗漏了。就这样，我们得到了4张近景的大头照。我比较喜欢这一张，点击放大，然后我们点击下面的 Custom Zoom， 这里输入我们希望它所在的场景和动作。很好，就这样我们得到了理想的画面。但是在另外一个画面中，它是走路的场景。我们再次回到大头照，点击 Custom Zoom， 输入。我们来对比一下这2张不同场景的同一人物，是不是保证了100%的角色一致性，并且操作方法也十分的便捷。接着我们来到 Canva， 在这里输入 Comic Strip 连环画，这样 Canva 就会跳出一系列的漫画形式的模板。你可以选择一个你喜欢的，打开直接进行设计和编辑。当然了，如果你想要自己从空白的页面创作，那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们打开一个空白模板，放入图片，搜索栏中搜索 Comic， 选择你喜欢的漫画效果元素，加进去，随后加入对话文字和适当的对话气泡。同样，你也可以通过选择 Frames 来制作你想要的效果。完成后点击分享下载。第2个办法呢，会比第1个办法更耗费时间和精力，但是呢，我们毕竟还是致力于想做一个可以盈利的漫画小说，所以我还是非常推荐可以花一些时间在创造独特的剧情，以及创造属于你自己细节层面上非常饱满的角色形象。因为无论怎么说，和传统的漫画制作的工艺来比，我们这个方法也已经帮你节省了1大半的时间了。最后，我们拿着所有的素材来到剪映。首先，我们要点击这里的文字成篇，选择自由编辑文案。打开后，在这里粘贴旁白文字，然后右下方选择 AI 配音，一个一个听过来，选一个你喜欢的。在这里，我找到了一个我们熟悉的声音。这是一个看似普通的村落。点击生成视频，瞬间剪映就给我们生成了相应的视频了。等下，这里你一定会问到，为什么要使用自动生成的视频呢？我们前面制作的人物角色和场景图案呢？其实这一步是为了方便剪辑。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自动生成的视频，你会发现每个场景和配音的时长都是一一匹配上的。你只需要点击图片，替换成我们前面生成的图案就可以了，非常节省时间。同时，有时候你也会在自动生成视频中找到一些不错的空镜图案，你也完全可以选择性的进行使用。来看一下效果吧。他名为云翔，本是一名看似普通的凡人少年，却不知他自幼居住的院子里，每一砖一瓦，每一草一木，无不是珍稀的神物。云翔拿起一块宝石，惊奇地发现灵石散发着奇异的光芒，一个神秘的系统突然出现，命运的轮转即将开启。我，修仙者，不可能。好的，现在我们制作完了我们的漫画小说之后，你一定会问，那到底是怎么来变现的呢？我会按照以下几个方面为大家来解说。首先，我们可以通过 YouTube 的频道的广告分成，就像一开始的那几个 YouTube 频道一样，他们每个月现在已经可以通过广告就能够稳赚1万美金了。然后同样，我们已经制作了 YouTube 的视频，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视频发布到国内的几大平台，比如说西瓜视频、抖音、今日头条，加上 YouTube， 你可以一起赚取4大平台的播放量收益。你仅需要点击一下鼠标，多上传几个平台就可以了。接着我们来打开国内的这些频道，你会发现其实他们都在给某个漫画平台引流，从而赚取平台的佣金，所以我还是很推荐大家都去尝试一遍。虽然说目前来看，这些国内的漫画平台还没有出海进行达人分销合作，但是由于国内漫画行业实在是太卷了，他们出海捞金的时间也是指日可待的。所以到那个时候，你的 YouTube 的频道已经做起来了，
同时你在国内也已经积累了和国内的漫画平台合作的经验，那么到时候就坐等再增加一个收入渠道了。最后，虽然我们制作的是漫画视频，但是完全可以把这些材料整理成漫画电子文档，投稿到各类漫画平台和网站，比如 Webtoon， 这是一个托管各种网络漫画和数字漫画的网站，它为创作者提供了一个分享作品的平台，也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发现和欣赏各种类型漫画的平台。入驻的创作者可以从自己的作品中获得50%的广告收入，同时也可以通过 Patreon 众筹平台，让你的粉丝成为铁粉并赞助你，让你获得资金支持。不过这个频道暂时只支持英文漫画，但是你还记得我前面让你生成了中英文双语的吗？所以没有关系，你依然是可以用英文的文字改一下上传的。同时国内目前也有很多类似的漫画平台，大家都可以一一投稿试试看。今天的教程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小乔制作的 AI 教学内容，记得点赞和订阅。有任何想看的 AI 应用和变现的内容，也记得在评论区中留言哦。跟着小乔学 AI，我们下期见喽。